建军96年，解放军开始成为美军模仿的对象。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是8月1日，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成立的纪念日。那么，我们祝愿我们人民解放军继续从胜利走向胜利。那么，在这96年的革命道路中呢，我们的解放军是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么特别是在最近的20年里面，我们能看到解放军的整个装备水平、训练水平和实战化水平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那么最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以前我们认为遥不可及的高高在上的美军，现在也开始学起解放军的一些装备思路与发展路线了。今天呢，咱们就来简单的盘点一下美军抄袭或者说参考解放军发展的武器思路。咱们呢，先从陆军说起。这些年，解放军陆军装备了一款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装备，那就是咱们的155毫米 PZL-181卡车炮。那么这款卡车炮是结合了高机动能力以及非常强大的52倍口径的炮管在一起可以说是世界上目前信息化水平最高的远程火炮之一。而这一款火炮已经大范围的装备了全军的各级别的这个部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们都见到了 PZL-181的身影甚至在青藏高原上也看到了多次181的这个试射。那么这样的一款好装备美国陆军当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方面，美国陆军目前的装备水平特别是火炮的水平是大大的落后于解放军。二方面，美国陆军目前能看到的火炮更新计划也是拖拖拉拉悬而未决。因此呢，美国陆军最近启动了新的项目，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这个 PZL-181抄过来用。他们也在全世界范围里开始遴选合适的155毫米卡车炮。而在美国海军方面呢，大家都知道之前咱们也聊过，美国海军是在绕了多年的弯路，发展出了诸如 LCS 等等不实用的船只之后呢，回到了这个主战舰艇的建造之上。那么最好的例子呢，就是美国海军开始发展非常类似于我们055大型导弹驱逐舰的这个 DDG-X。那么这个 DDG-X特别是它的想象图一出来之后全世界的网友都惊呼这不就是055吗？的确从美军提出的需求以及目前看到的方案来看，美国的 DDG-X 搞不好就是咱们055的思路在美军的重现。而在具体的装备上，美军也有借鉴我们的这个思路。比如说在美国空军虽然装备了大量先进的战斗机，但是在机载武器的发展上美国空军也是有所停滞。而最近呢，美国爆出了无论是中程空空导弹还是远程空空导弹的这个新的这个设计呢，都与解放军目前已经曝光的某些武器似曾相识。比如说他们的中程空空导弹就非常类似于我们霹雳15的指标，而他们的远程空空弹简直就是霹雳17的翻版。那么不止如此在诸如我们火箭军装备的高超声速武器方面，更是让美国人非常的眼馋但是美国在这一方面与中国落后的有点多多次的高超武器试射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那么目前呢，在高超声速武器的实战化水平与应用方面呢，是美国军队与中国差距最大的一块领域。可以说，经过96年的发展，解放军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无人敢忽视、无人敢挑战的一支力量。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解放军仍然是我们保家卫国、维护祖国利益与领土完整的基石，更是我们人民的子弟兵。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